大长老再次迈出一步，瞬间出现在城墙前，抵达了事发地。金家的人面色大变，王家、杜家等人也都露出惊恐的神情。人们明白，大长老定然是愤怒到了极致。至尊之怒往往伴随着浮尸万里与流血飘橹，金家恐怕要有大难了。此时的孟天正处于黄金岁月，雄姿伟岸，英气慑人。他身穿残破的金色甲胄，上面还沾染着嫣红的血迹，一头黑发随风披散，整个人显得摄人之极。他的双目神光璀璨，一眼便看到了插在地上的大罗剑胎，顿时剑眉倒竖。他一抬手，那柄剑胎便拔地而起，伴随着一声铿锵脆响，被他牢牢地握在了手中。群雄见此皆是变色，至尊怒而拔剑，这是要准备大开杀戒了。孟天正手持大罗剑胎，杀气滔天，那身沾染血迹的残破金色战衣发出铿锵狰鸣。他整个人如同一堵不可逾越的仙道大山矗立在城门前，无尽的至尊怒火与恐怖威压横扫而出，众生颤栗，无人敢立于城门之前，所有人都被压迫得伏倒在地。伴随一道青光闪过，孟天正如同战仙冲霄，手持剑胎纵天跃上城墙，带着冰冷刺骨的杀机。此时的他宛如一座金色的永恒仙炉，释放出的煌煌光华贯穿了宇宙，令天地沉重，令人窒息。虽然城墙上有强大法阵守护，但那股浓烈至极的波动和气息依然让守城的一群生灵神色惨变，颤抖不止。金太君身旁的一位老妪惊呼一声，话音未落，整个人便被那恐怖的气息直接震得横飞而起，身体在空中四分五裂，彻底崩开。孟天正甚至未曾出手，仅仅是眸光投射，便让其肉身炸裂，这便是人道绝巅那不可匹敌的威压。金太君身边的几位老仆此刻也尽皆变色，恐惧到了极致。金太君面色变了又变，用力紧握着拐杖，指节已然泛白。他心中既有愤怒也有惊惧，深知孟天正带着雷霆之怒而来，这分明是要大开杀戒。周边金系人马首当其冲，几乎在同一时间瘫软在地。在那位身穿战衣的挺拔身影注视下，每一个人都形神震颤，仿佛下一刻就要崩碎，只能大口咳血，面色惨白的瑟瑟发抖。哪怕是杜家的人出声想要应对，大长老眸光转动的瞬间，杜家众人也尽数横飞，全身裂开，大口吐血栽倒。那是至尊之威，眸光划过虚空，便如雷霆降世，连那些大统领都伏在地上，体弱筛糠。孟天正提着剑胎一步步上前，每一步落下，整片地关仿佛都在共鸣摇动，声势骇人。他一语不发，眸光炽盛，直勾勾盯着前方。金太君浑身罡气沸腾，大道规则缭绕，混沌气息翻涌，严阵以待。孟天正是冲着他而来，那坚定的步履和可怕的眸光，让同为至尊的他都感到阵阵心悸。金家高层更是被压制得抬不起头，心中惶恐到了极致。没料到盛怒之下的孟天正竟连金太君都无法挡住，他们生怕大长老要将金家灭族。金太君一阵拐杖，做好了拼死一战的准备。枪的一声，孟天正没有任何迟疑，轮动剑胎，径直劈下。这一剑璀璨如银河倾泻，光耀天宇。金太君大惊失色，完全没想到对方竟连一句分辨的机会都不给。他连忙抬起拐杖，全力迎击。两人交手出空间模糊，混沌翻滚，犹如开天辟地。随着一声脆响，那柄融合了仙金的拐杖当场折断。剑胎太锋锐了，神力盖世，势不可挡。噗！金太君胸前血光迸溅，一道可怕的剑痕自肩头斜斩至腹部，森森白骨外露，至尊血翻涌。这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震撼，连王长生都不禁瞳孔收缩，深受触动。孟天正不仅勇盖人间，手中剑胎更是无坚不摧，在折断拐杖的刹那，将仙金精粹尽数吸纳，顺势重创了金太君。金太君不断倒退，鲜血染红了半边身子，每一步都在坚固的墙体上留下深深的脚印。就在所有人以为大长老将继续追杀时，他却收敛了目光，并未理会金太君，而是大步走向城墙垛口，望向异域大军退去的方向。下一刻，他从原地消失，祭坛光芒璀璨，竟是只身出关，一人杀向了异域大军。众人震惊万分，这才明白孟天正此行虽带杀意，但主要目的是为了追击敌寇。金太君脸色青白交加，感到莫大的屈辱。原来孟天正那一剑竟如同驱赶苍蝇般顺手而为。大漠中传来大长老气吞万里的怒吼，他挥动剑胎，横扫千军，瞬间将一辆黑色的战车劈断，巨大的黑色金属碎片崩向高空。
在那漫天神光与震动的大漠中，一道如盖世魔山般可怕的身影从异域大军中走出，直面杀来的孟天正。大战一触即发，孟天正手中剑胎神芒纵横，千百道璀璨光束撕裂天穹，将大漠劈开，景象骇人至极。异域阵营中，一位如同盖世霸王复生的魔尊级强者挺身迎战，其实力高得离谱，与孟天正激烈交锋，掀起人道绝巅的大决战。此前从未有人想过，孟天正竟敢只身一人杀出地关，追杀异域无穷大军，且展现出如此所向披靡的强势。剑气所过之处，血光连连，成片的异域修士头颅滚落，连那名地族至尊的黑色古战车都在瞬间崩碎，金属碎片飞溅高空，令城墙上的众人目瞪口呆，也让异域士兵感到彻骨的寒意。这种反客为主的主动追杀，是边荒战场前所未有的局面。那名地族至尊大喝一声，浑身冲出赤红光芒，宛如闪电般凌厉。他不仅以肉身硬汉剑胎，更在肩头与肘部激发出如同岩浆般的赤匣，覆盖向孟天正。这些赤匣迅速凝聚，化作一口宏大古朴、闪烁冷冽金属光泽的赤色大炉。大炉吞吐天地精华，八荒道则尽被号令，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孟天正镇压而下。城墙上的无敌者与王长生见状无不动容，金太君更是心惊不已，失声惊呼：赤王炉！传闻在仙古末年，此炉曾炼化仙王之血，凶威盖世，后随其主人销声匿迹。而这一脉的后人将此炉化作血脉烙印中的神通祖术，威力强绝。面对镇压而下的赤王炉，孟天正丝毫无惧，浑身散发着黄金盛世的英气。残破战衣下，身姿愈发伟岸。他右臂爆发万丈混沌气，执剑胎笔直刺向炉壁，伴随锵然巨响，那足以熔炼仙王的炉壁竟被剑胎刺透。赤王炉震颤轰鸣，炉口浮现出一道模糊的身影，那身影缠绕枷锁铁链，被囚禁于炽热赤浆之中，刚一现身，便令天地为之暗淡。这是赤王炉的第一式变化，曾练死过诸多至强者。孟天正临危不惧，一边挥动剑胎切开炉壁，一边施展至高神法，拍击在那黑影之上，怒斥道：可是9天曾被囚困的前贤怨魂还不苏醒！随着孟天正的怒喝，城墙上无数老辈人物一悲愤嘶吼，声震长空。那黑影似是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，蓦地睁开双眼，紧接着轰然崩散，连带着那不可一世的赤王炉也随之解体消散。异域大军震惊万分。正当6位至尊准备合围绝杀孟天正时，大漠深处突然冲出一面烈烈作响的暗红色残破大旗，那是曾裹着2位仙王遗骸的铁血战旗，积淀着昔日大战的沉重与惨烈。孟天正出关时便暗中布下此旗，此刻横扫而过，旗面如天刀割裂空间，数万异域大军在顷刻间躯体断裂，血染黄沙。这一幕彻底点燃了地关众人的战意，喊杀声此起彼伏。城墙上的统领们热血沸腾，纷纷要求开关出战，就连一位平日沉默的无敌者也当众表态要杀尽这帮魔崽子。大漠深处，铁血战旗如同北风卷地，所过之处，异域大军成片崩灭，化作血雾。但异域早有防备，乾坤袋腾起仙光，强势阻击。此景激起了地关内主战派的滔天战役。伴随着一位无敌者的率先表态，主战统领们热血沸腾，在震天的喊杀声中纷纷冲出城关。城墙上，金太君脸色铁青，冷声斥责这是乱来与破坏，试图以所谓500年和平期的血誓来掩盖其交出10号的怯懦。然而年岁极高、威震时代的青木老人直接反驳了这一论调，他点破了孟天正此战的深意，这并非莽撞，而是一场挽救人心、重振地关斗志的孤注一掷。孟兄这是在弥补，为了唤起地关各族的战意，重新挽回人心，不让人心散掉。青木老人的话音刚落，一向沉默的王长生也难得开口，认可了孟天正杀出绝世风采，为各族重塑希望的意图。大漠战场上，大战愈发惊天。孟天正手持剑胎纵横捭阖，即便面对强敌环伺，依然展现出恐怖战力。当3位无敌者出关分担压力时，孟天正更显神威，剑光撕裂长空，竟当着数位至尊的面强行将一名围攻者斩落头颅。面对同伴的陨落与重创，那名傲视万古的地族至尊震怒之下驱散同僚，坚持要与孟天正单挑，试图维持地族那所谓的不败威名。
然而孟天正身绕清光，体内仿佛开启无尽门户，运转不灭经，霸气绝伦的隔空劈碎了那名受创至尊的残体，引发天地异象，万众高呼。此时的孟天正宛如一尊战仙临世，他提着那柄寒光凛凛的剑胎，眸光如电，直刺那位地族至尊，声音响彻寰宇。千古以来，地关还缺少一颗地族头颅，用以祭奠死者，借你头颅一用。孟天正的一句借你头颅一用，如惊雷横空，震慑了整片边荒战场。在9天10地，地族被视为无敌与不败的象征，寻常修士终其一生都难以窥见。而今日，孟天正竟当众宣告要以地族头颅祭奠英灵。地族至尊赤仆身披黑色甲胄，身影如立于天地尽头的魔神。他以惊涛骇浪般的笑声回应，随即手持一杆冰冷漆黑的天戈杀出。那天戈所过之处，虚空爆鸣，黑雾滔天，仿佛有域外星体被生生卷落，威势恐怖绝伦。孟天正拔出大罗剑胎，以璀璨神虹硬撼天阁，每一次碰撞都让方圆万里的虚空出现千万道裂缝，恐怖的能量冲击波甚至需要其余至尊联手制齐方能隔绝。两人如闪电缠斗，瞬间激战上万式。赤仆施展出异域赫赫有名的镇教祖术截仙指，其指尖坚硬程度堪比不朽神兵，竟敢硬撼剑胎。与此同时，战场深处，异域以十界图与仙道残器强行镇压，最终在一片死寂中，囚禁着10号的铁龙被送入了异域掌控地界。看着少年身负枷锁，背影孤绝，孟天正发出撼动寰宇的咆哮，其声波之强，震裂了域外大星，甚至导致战场上有修为不足者直接爆体而亡。然而分心之下，孟天正被名为暗夜至尊的袭杀者织出的战矛洞穿胸膛，身负重创。就在异域众强以为胜券在握时，孟天正收起剑胎，取出一杆杀伐气滔天的暗红色长弓，这正是他年轻时代魏晋以身为种时所用的半毁兵器。传闻此弓技度不详，杀仙杀地甚至杀己。自孟天正半废后便已尘封。孟天正以自身心头血晶为剑，弓弦颤动间天崩地裂，那暗夜至尊竟被一股恐怖伟力定在空中，被血剑洞穿眉心，当场头颅爆碎。随即孟天正又连发2箭，一箭射碎了地族赤仆的一面准不朽宝盾及一条手臂，另一箭直接抹杀了一位试图催动仙气的异域至尊。尽管付出了自身血晶干涸，身体几近虚脱的惨重代价，孟天正依然挺立在天地之间。他脸色苍白，长弓横指，再度瞄准了地族赤仆，声音如地狱寒风，坚定不移。我说过，千古以来，地关缺少一个头颅，需要以你借所谓的地族来祭奠英灵，借头颅一用。大战至此，惨烈已极。孟天正以自身血晶化剑，将那暗红色大弓的杀伐威能发挥到极致，甚至接连射杀2名意图围攻的至尊，震慑八方。然而这一杀招杀仙、杀地、杀己、杀己，在不断收割敌手性命的同时，也让孟天正自身的生命精气迅速枯竭，手中的血剑颜色愈发暗淡。面对杀至身前的地族至尊赤仆，孟天正再次开弓。这一次赤仆倾尽全力，甚至不惜喷出体内珍贵的5色族血，那是源自不朽之王的传承烙印，试图磨灭那道神剑。尽管血剑在5色族血的冲刷下炸开消散，但赤仆的笑容却在瞬间凝固。那并非普通的剑雨，而是承载了孟天正盖世战意与信念的载体。即便剑体消散，那股摧枯拉朽的杀伐意志依然如利刃般洞穿了他的躯体，封锁了他的生机。赤仆满心不解，直到最后一刻，他依然执着于自身高贵的血脉，却忽略了对手那令天地战栗的坚定意志。孟天正冷漠地走到近前，此时的他早已满面苍白，却依旧如同战神般威严。他手中大罗剑胎闪过一道寒芒，噗的一声，那位不可一世、自诩不败的地族至尊手疾滚落。孟天正提着那颗染血的地族头颅，声音冰冷如铁，在大漠上空久久回荡：借你头颅一用。这不仅是一次报复，更是一场庄严的祭奠。他以此举告慰历代战死于此地的9天英灵，更以无敌的神采向异域宣告：地关阴魂不灭，人道威严不容侵犯。一颗滚落的地族头颅如同一记重锤，
击碎了异域那不可战胜的无敌神话。赤仆这位蛰伏万古、俯视众生的地族至尊，最终却在孟天正的剑下身首异处。那一刻，天地仿佛凝固，随后爆发出的是地关修士近乎癫狂的欢呼，以及异域阵营那死一般的沉寂与耻辱感。面对异域至尊催动仙气试图夺回赤仆的企图，孟天正毫不退让。他将尚存一息的赤仆元神禁锢，封入谷鼎之中，当众宣告：荒一日不归，他便一日封印；荒若有损，他必亡。这一举措令全场震动。孟天正竟将这位不朽之王的后代贬为质子，以铁腕手段强硬回应异域的威胁。随后，孟天正将失去元神的地族头颅交给青木老人，用于祭奠那些战死边荒的前贤英灵。这一幕令异域大军彻底愤怒，却又因孟天正展现出的盖世神威而无从下口。就在这局势极度紧绷、杀伐气未消之际，大漠尽头突然发生异变，一滴带着五色神光的血液如惊雷般滚滚而来。那滴血看似嫣红，却蕴含着某种恐怖绝伦，令在场所有至尊头皮发麻的诡异能量。随着这滴血的接近，整片大漠的气息瞬间转为压抑与惊悚，仿佛某种禁忌的存在正跨越遥远的距离投下注视。在场众人的面色巨变，一场更为巨大的危机似乎正随着这滴血的降临而悄然开启。